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最近周围的亲朋好友 run 了一圈，陆续都得到了新冠，还好大家都是轻症，一切平安。说实话，得到了之后呢，整个体力有差耶，需要让免疫力重新启动恢复，然后也希望长新冠的症状尽量减少。刚好也是季节转换的时候，相信今天这道糙米排骨粥应该对大人小孩都很有帮助，做法配料也超级简单。不要看是糙米粥哦，整个入口即化，就算是老人家婴幼儿我觉得都很适合。每次做这个糙米排骨粥不夸张哦，真的是上桌立马秒杀，然后稀里呼噜就吃下肚了。真的大推大家要做一下这个非常简单，营养价值超级丰富的糙米排骨粥。不啰嗦，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有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主角之一呢，就是这个糙米，不用我多说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糙米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，膳食纤维也超级高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容易消化，有些胃弱的朋友比较不适合。其实也不是不适合，就是要把它们煮得很软。一般烹调的方式一定要先把糙米浸泡隔夜，然后炖煮至少60分钟以上。为了缩短炖煮时间，加上懒得浸泡，我一般会直接用快锅，完全不用浸泡，煮得又软又好。我觉得快锅真的是人类重大发明之一耶，应该要颁给发明者一个人类贡献奖才对。所以我今天会用快锅来煮，没有快锅的没关系，就记得一定要浸泡隔夜再煮这个糙米。另外这个是小米，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，而且很好吃哦。我通常会加上1/5米杯的小米，如果你不想加这个也没关系，就不用加了。然后记得这个小米也是冲洗干净，不用浸泡。另外我习惯加一点海里的鲜味，可以加一点虾米或是干贝，有陆上的有海里的，加起来就是鲜美。推荐有的朋友还是加一下，加了以后真的还蛮不一样的。真的没有不加也行。再来介绍一下排骨的部分，这3种部位的排骨其实都可以，小排、月亮软骨或是龙骨，这3种都还蛮适合拿来炖排骨粥。没错，炖排骨汤也很适合。镜头拉近一点，这个就是小排，它1斤的单价最高，喜欢吃肉的就要选小排，甚至是带点油花的梅花排部位，吃起来的口感特别好吃。另外这个是月亮软骨，我也很推荐这个部位哦。这个软骨熬到最后口感很软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碎骨哦，很好吃。另外这个是龙骨，它很适合熬汤头，肉比较少一点，而且比较容易有碎骨，但是价格最便宜，所以想用哪一个部位的排骨还是用混搭的方式都可以咯。先来汆烫一下排骨，从冷水开始加热汆烫，比较容易把排骨的血水给逼出来，就煮到大滚，浮沫大概出来之后就可以关火，接着就直接移到水龙头下冲洗，把汆烫的水倒掉，然后冲洗干净排骨。再来处理其他的食材，去皮的红萝卜切成方丁，我喜欢切成骰子的大小。洗净的高丽菜切粗丝或是切成块，想用手剥成块也是可以。依序把食材放入锅中，洗净的糙米、小米、汆烫好的排骨，尽量铺平铺均匀。接着是红萝卜块、虾米，然后我们加入大约7米杯的水，记得煮谷物或是豆类的时候，水量不要超过快锅锅子的1/2哦。我倒到1/2大概就是7米杯的水量。接着我们开中火，我今天用的是 WMF Fusion Tech 系列快锅，它导热蓄热很快，所以火力不要过大，中火就可以。如果表面还有些许的浮沫，也可以捞除，反正就是想捞就捞，不捞拉倒。如果不是快锅的朋友，就大滚之后改小火，慢炖60分钟。如果跟我一样使用快锅的朋友，这时候就可以盖锅盖，开始上压。我的这款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在把手的这个部分关闭之后设定压力2，保持中大火，
当绿色压力指示线上升2条之后，关小火计时25分钟，定个闹钟之后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。很多年长的长辈其实都蛮担心压力锅这件事，但其实现在的压力锅呢，安全的设计都非常非常的好，只要按照正确的使用方式，绝对非常的安全，而且真的可以缩短主妇很多的时间。时间到后，我们就关火，等待这个压力指示线完全的降下来。这个就算是一个自然泄压的过程，这段时间有点像是在焖的过程，食材可以更软嫩，彼此融合的效果也会更好。这个自动泄压的过程大概会是10来分钟，等到指示线完全降下之后，就可以开盖咯。我们来看看食材炖的柔软状态。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所有食材都已经煮得非常柔软了，食材的形体看起来都是完整保存的，不是散掉的，但实际上已经非常非常柔软了。这个米呢，如果再煮一下边缘的毛边就会出来，整个就看不到米的形体了，就会更像粥。这时候我们再次开火加热，要准备来加高丽菜。为了保持高丽菜的清甜，我们不要从头一起加否则这时候开盖根本就看不到高丽菜。太早加高丽菜会整个化到粥中，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加就好，很快就煮软了，口感很好。然后在加热的时候呢，火力不要过大，然后要不断的翻拌，否则很容易不小心焦底然后这时候也可以顺便来调个味。我习惯直接加胡椒盐，你也可以分开加盐跟胡椒，然后记得3不5时就要给它搅拌一下。然后这时候也可以尝一下味道以外，也可以尝一下高丽菜够不够软，是你想要的口感之后，就可以准备来关火咯。你看看这个质地的粥一看就是很好吃，赶快熬一碗给自己跟亲爱的家人吧。看一下这个小排，形体都还在，但是一压这个肉你看看，真的就是又软又嫩又多汁，太好吃了。这个红萝卜也是形体都还在，但是你看一抿一压，哇塞，就是很软很鲜甜，然后完全没有红萝卜的生味连小朋友都超喜欢。超好吃的糙米排骨粥等你交作业咯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Just take my hand, you, I saw you,